盖亚是过誉还是真神？大成是否等于最好？知识上关于盖亚的风评近年来也是出现了一些争议。我的评价是绝对真神，但不一定最好。先别急着反驳，其实这两个结论并不矛盾。在下结论之前，不妨咱们先来了解一下究竟什么叫做集大成。首先，集大成这种评价并不是盖亚独有，像泽塔奥特曼之前的访谈与宣传也采用了集大成的说法，包括村石弘时导演对于迪迦最终圣战剧场版也是有着集大成的评价。不过，即便这种风评并非盖亚独有，但也不能因此否认盖亚的含金量，倒不如借着这个评价深入了解一下盖亚的特点。首先，盖亚作为一部特摄剧，特摄方面做得如何？我的评价是前无古人。没错，作为敌代成功之后的经费战士，可以说盖亚在特摄各方面都卯足了劲儿。对了，顺便这里批一下谣，盖亚里面大家爽看的怪兽炸裂场面，其实并不是炸皮套啊。首先，皮套本身是很贵的，即便有决定不再使用的，那基本也会在此基础上循环利用，改成其他的怪兽。比如迪迦奥特曼中那个比较下饭的怪兽西里赞，就改成了咱们后来熟悉的憨憨银龙希尔巴贡。毕竟远古那会儿是有钱，但又不是傻子。其次是皮套的质地比较的软，即使真炸了，也起不到剧中的那种极致碎片化、四散纷飞的效果。这种基本都是用类石膏材料做好的模型，然后再爆破的。但即便如此，依然也从侧面体现了盖亚时期远古的财大气粗，各种建筑爆破的镜头更是不惜成本，战队配置更是夸张的很呢。什么闪电猎鹰、库龙姐姐、剑鱼海鸥、海格力斯，各个小队之间分工明确，而且道具管够。至于特效就更不必说了，像大结局特写拉满、震撼人心的爆裂流线，简直爽到失语。要知道上世纪90年代能呈现出这样的效果，那真的就是用钱砸出来的。而且就单人来讲，阿古鲁 V2 形态初登场时期的光子螺旋特效，个人觉得华丽程度丝毫不逊他俩的合击绝技。远古就差把哥有钱就是浪摔观众脸上了，但光有特摄还不够，剧情安排上更是史无前例的将主线贯穿始终，也就是很多奥迷口中的半连续剧。至于为什么加个半，首先是有对比才有结论，毕竟奥鹏这边有这么一部特殊作品是正儿八经的纯连续剧，而这部比较奇葩的奥我们后面也会再详谈。其次，虽然盖亚的终极敌意根源性灭亡体从第1集就开始出现，但其实很多集之间的内容还是比较偏独立的，甚至像遥远的故乡乌克巴尔和一些个人篇总体更偏向于单元。形容起来的话，就像一条五颜六色的线条串联起五颜六色的视频，线条是始终比较清晰的。那为什么我说线条也是五颜六色的？因为其实盖亚的主线严格来讲也可以进行细分，比如前中期其实根源性灭亡体更像是一个引子，起到的作用反而是凸显出这个时期更明显的主题，那就是两位地球意志的化身，也就是盖亚与阿古鲁之间的理念冲突。而这种冲突一直持续到26集，也就是决战之日，盖亚获得海洋的力量化身至高从不吃瘪形态之前，才是盖亚前半部分真正的主线。这种矛盾追溯起来的话，其实从第5集另一个巨人的结尾就开始了。对了，这里再说一下，其实盖亚的连续还体现在很多时候片尾真的不能随便跳过，因为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居然都被神仙制作组放在了片尾，这也是盖亚的剧情吸引人的点，每个阶段都有很明确的明线，且在这种大明线之中还会边塑造人物的同时，为后面新的主线以及人物转变埋下伏笔。比如早在第8集46亿年前的亡灵，这个造型抽象的菊花怪克拉伯加就开始明确点出了本土怪兽的相关概念。而到龙之都，也就是我们忍龙大人登场的时候，已经在借由龙脉的外壳，实则正式开始探讨本土怪兽的立场问题，甚至伟大的人龙大人还能够与风水师姐姐进行一定程度上的交流。这个风水师姐姐真好看呢。而20集灭亡的化石就更直接了，维维队长尖锐的点出了本地怪兽其实也应该算是地球的生物，只是和人类社会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冲突，所以才消灭他们。这些剧集也是循序渐进，为后续本土怪兽的特殊立场埋下了伏笔。所以当后面的剧情把这些线索全部串联在一起，揭晓真相的时候，才有种让人觉得茅塞顿开、无比丝滑的感觉。而童工的转变就更加的有理有据了，从一开始的坚定不移，逐渐被他的 CP 玲子小姐、被我梦等人一次又一次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热知识，这记者姐姐真是他老婆，俩人在拍摄盖亚奥特曼8年之后，于06年正式结婚，而且还是我梦去当的司仪，真好啊！所以到20集，这位海洋帅哥口嫌体正直，救了小姑娘，才不会显得突兀，反而让他的形象更加的复杂以及立体。可以看到，正是这种在剧集中反复埋下伏笔，与各种巧妙的点出阶段性的主题，才能让观众在追盖亚的时候有一种高潮迭起、一气呵成，甚至浑然一体的感觉。到此为止，其实就已经比较清楚了。作为一部子供向的特摄剧，既满足了宏大场面以及视觉盛宴的特摄部分，又有足够引人入胜的持续性甚至可变换的主线，再加上那个年代独有的自我批判的真实与真诚，盖亚无疑是可以被称为神作的。但为什么我说神作却不一定是 the best？
其实也很简单，8个字总结：神仙打架，文无第一。没错，盖亚固然很神，但要知道，既然能被并称为平成三杰，而不是平成一霸，其实最核心的就是这3部作品各有千秋。更直接的讲，就是侧重点不同。如果说盖亚是各方面都优秀的6边形战士，那么迪迦就是单元剧质量高的恐怖的极端奥特之神。更离谱的是，很多剧情属于越看越有，回味无穷。像奥比克这种故乡情怀，反而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的摄人心魄。而戴拿就是典型的男主成长记加结局3部曲的前无古人的超级热血和神奇反转。BE 结局的奥，截止到目前为止都算只此一家。所以我的结论就是，盖亚奥特曼神而不醉，或者说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更偏向的点。而且与其去纠结3杰到底哪部作品最好，倒不如放下这些，去真正享受那个黄金年代的艺术家们给我们留下的宝贵作品。就像盖亚的结尾，褪去了奥特战士的光环之后，帅的和我一样的童工背起了他的行囊，露出了发自内心的温暖笑容。夕阳之下，场景转换，我们注视着新萌芽出的生命，以及远处人龙的投影，恍然大悟，这就是地球啊！我也想说，这才是我们看特摄的初心呢。来自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我们，却同样喜欢着特摄，喜欢着奥特曼。英雄的故事让原本没有命定之缘的我们连接在了一起。管它是不是最好，但我们都或曾经，或现在，甚至以后也会喜欢着这部诞生于98年，带给了我们无数视觉盛宴与感动的盖亚奥特曼。作为观众，只需享受即可，不是吗？